青藏高原是个很神秘地方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？如果去过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哪里不光有好风景，还有一些我们未曾见过的事物。今天分享一位登山者所经历的前所未闻的事件，故事稍长，请耐心收看。事情发生在2014年。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绒布寺附近，我们几个被自然挫败的人互相搀扶着，在本地向导的带领下，狼狈地下了山。与之前信心高涨的上山不同，下山的路显得无比的崎岖漫长。当到达驻扎点的时候，我们3个人几乎同时瘫倒在了地上。本地的藏族向导拉旺安慰了我们几句，便去帮我们通知山下的救援队。回想起这次的登山，我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。我们一行是4个人，都是商会的会员，各自有自己的生意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成功人士。平时业余时间，我们都喜欢户外运动，哪里人烟稀少，环境恶劣，我们就会去哪里。而珠峰则是我们共同的向往，可我们却没想到，这次征服世界巅峰的活动却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。2天以前，我们为了不受制约，绕过了绒布寺的珠峰大本营，自己选择了登山路线，开始向心中的圣地珠峰进发。那时的我们信心百倍，自觉的能在商场上百战百胜的我们可以征服一切。而那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，是我们之中生意做得最大，也最富冒险精神的队长林华。也不得不说，一路上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高歌猛进，跨越了很多艰险之地，十分的顺利。但可能是我们的好运气都用完了，神圣的雪山终于向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展示了它的威严。林华在攀登一个冰层峭壁的时候，登山镐由于冰层碎裂而脱落了，身体上毫无支撑点的林华一下子失足掉下了山涧。那2座雪山之间形成的夹缝足有上百米的高度，地下漆黑无比。而我们当时在距离林华大概20米左右的后面，想要去救他已经不可能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山涧的黑暗里。我们几个都呆立在了当场。在计划珠峰之行的时候，我们都信誓旦旦地说做好了死亡的准备。可当死亡就这样突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了面对的勇气。我们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勇气去陡峭的山涧底下搜救林华，只好灰溜溜地退回到了昨天在山腰处的临时驻扎点找留守的向导。经过林华的意外后，再一次仰望面前高耸的雪山，已经不再像以前的那么神圣向往了，而是充满了神秘与庄严，还有恐惧。我们把这次事故报告给了当地的搜救队，便在山下的驻扎点等了整整2天。可没想到，等到的结果却是，搜救队由于天气和地理原因，一直未找到林华的尸体。说实话，我们也知道，每年因为私自登山，在雪山上遇难失踪的人很多，真正能找回来的又有几个。但是要让我们真的这样放弃，把他留在这里，我们真的办不到。而这时，藏族老向导拉旺突然跟我们说，他有个办法，但是这个办法是一种藏地的秘术。其实面对雪山毫无头绪的我们，并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便答应相信老人，让他帮我们寻找。而拉旺老人却没有找什么帮手，只是背了满满一筐牛粪，手里捧了一个黑陶的坛子，便孤身一人上了山。接下来又是2天漫长的等待。在这2天里，我们分析了所有老人能找到林华尸体的可能性，得到的结论都不容乐观。先不说老人在没有先进登山设备的情况下，能否下到深深的峡谷里找到林华，就说他拿的那些东西应该也不会对带出尸体有什么具体的帮助。但是我们同时也都知道，在神秘的藏地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就像一个曾多次进入藏地的老探险家说的那样，人类对神秘藏的无人区的了解，还不如对月球表面了解的多。而正在这时候，我们突然听到了外面的雪地里传来了一阵咯吱咯吱的脚步声。我们趴在窗户上向外望去，那竟然是拉旺老人回来了，身后竟然还跟着一个人。看那人的装备，竟然是掉下了万丈深渊的林华。难道他还没死？我们看到林华是跟在拉旺身后走出来的，觉得他并没有死，
都兴奋地往屋外跑去。可我知道，这又怎么可能？掉下了那么高的山崖，而且已经在山上没有补给的情况下，自己待了5天。虽然有些不敢相信，但是事实摆在面前，我们还是兴奋地迎了出去。可当我们靠近看到林华的时候，所有人的心又一下子沉了下来。那怎么可能是个活人的样子？他的脸上都是青紫的死人颜色，冻裂和摔裂的伤口布满了全身，完全没有一丝生气。可不管我们怎么吃惊地问拉旺大叔，他始终没跟我们说一句话。他这样的神秘态度，让我们都老实地闭上了嘴。只见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张藏毯，平整地铺在了地上，然后在林华的脸上画了几个看不懂的手印，便把他的身体向后推去。而这时，林华的身体直挺挺地向后倒去，直接躺在了那张藏毯上。拉旺脱掉了林华身上的所有衣服，又找来一张藏毯盖在了他的身上。我知道这是藏族人对尸体最后的尊重。然后他从随身携带的小黑坛里拿出了一块驼牛肉。后来我们听他说，那块驼牛肉是经过特殊草药泡过的。拉旺把驼牛肉举过头顶，围着林华的尸体转了3圈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某种咒语，然后蹲下身来，把那块驼牛肉靠近了林华尸体的口鼻。刚开始，我们还理解不了老人到底要干什么，可大概1分钟以后，我们便看到林华的喉咙处诡异地鼓起了一个大包，那肉包不断地扭曲蠕动变长，越来越靠近林华的嘴巴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那里爬出来。紧接着，我们看到死去的林华嘴巴诡异地张开了，2条触角一样的东西从嘴里伸了出来。我们都被眼前这恐怖神秘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慢慢的，一条红色的大虫子从林华尸体的嘴里爬了出来，那是一条我们都没见过的虫子。虫子随着拉旺把驼牛肉放进了黑坛子里，也爬了进去。拉旺又死死地封住了坛口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是难以用我掌握的知识来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事。也许那是我们所不了解我的一个领域。事情结束了，林华的尸体被我们运回了老家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梦想着这片高原雪山圣地，但我们却永远不会再轻视这片土地和神山了。它有太多的神秘，不是渺小的我们可以窥视的。